豹子，这是咋了？好好的怎么吵起来了？还能咋？我看在发小的情分上，给他结了2万块辛苦费，他不知足，还在这跟我扯什么5分的分红，真把自己当厂子老板了。林晨，做人最要紧的是知恩图报，守好本分。当初要不是我们张家掏30万建厂，你那点书本上的技术能换成真金白银，还敢在这儿闹？林晨，你也太高估自己的作用了。这1年的温控调湿、配料接种，哪一样我没看在眼里？不就是照着数据调个参数吗？有基础的人学2月就能上手。你还真拿这个当本事了？贾涛，你作为工厂主管，上个月3号棚爆发大面积链州门污染，是谁3天3夜没合眼调整梅响剂配方，逐个菌床消杀救回来的？当时你在哪儿？你连杂菌种类都分辨不清，现在倒说自己全会了，那点小事儿也好意思拿出来说？真要是我管，提前做好消毒，根本不会出这种乱子。张总，你放心，他凌晨能干的活我都能干，他干不成的我也能做成。没了他，咱们军厂的产量只会涨不会掉，我给你拍胸脯保证。听见没有？人家贾主管早把你那点本事看透了，我还真以为你是什么国宝级的人才，原来随便找个人就能替代。林晨，你也该认清自己的位置。2万块真不少了，拿着钱踏踏实实的，真闹僵了，对你半点好处都没有。好的很，原来你们早就盘算好了。我告诉你，这厂子离了你照样赚，甚至赚得更好。你要是识相，拿着钱走人，咱们还留点情面；要是不识抬举，这2万块你都别想拿走。这2万块你留着，这厂子我不待了。林晨，你和张浩从小一起长大，在一起忙活了1整年，我们也没亏待你。非要闹到决裂走人，把事情做得这么绝，你就不怕回村被人笑话，丢自己的脸？行了，看在咱俩一起长大的份上，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现在低头认个错，留下来好好干。我每个月给你开3000工资，比你出去打零工强得多。这事儿我就当没发生过，怎么样？张总这可是给你台阶下呢，换别人敢这么闹，早就被扫地出门了。你就别端着你那博士架子了，真出去闯，单靠种植技术不一定能找到稳定的工作。让我认错，我没什么错好认。你们觉得贾涛能替代我，那就让他试试。我倒要看看，没了我，这军厂能撑多久。张浩，今日你夺不走我的技术，也困不住我的路，咱们走着瞧。哎，林博士慢走啊！以后在村里混不下去了，记得回来求张总，说不定张总心善，还能赏你个车间管理员的活干。林晨，你今天走出这个门，以后就算跪下来求我，我都绝不会再让你踏进厂子半步。离了我张家，你那点破技术就是废纸一张。哎呀，小陈，你咋这个时候回来了？军厂不忙了吗？咋还把铺盖都拿回来了？妈，军厂我不干了。不干了？你辛辛苦苦熬了1整年，眼看厂子刚盈利走上正轨，好好的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爸妈，你们放心，我有手有技术，饿不死。在那儿干不痛快，不如自己闯一条路出来。爸妈，是我以前太天真，错信了人。别人靠不住，咱们就靠自己。我学了10几年农学，育种种植才是最重要的。他们却把我的核心技术肆意践踏。既然他们看不起我，那我就回村自己干，让他们好好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技术。快看，那不是老林家的高材生吗？听说在老张家的厂子里闹事儿，被赶回来了。不能吧？当初军厂刚开的时候，张家还天天夸他，怎么说赶就赶？
就是书读多了，眼高手低。听说张家给他2万块辛苦费，他都嫌少。狮子大开口，要分1半的钱，心太贪了。唉，现在把人惹恼了，工作也丢了，只能回村啃老。这么多年书，真是白读了。乔玲，你不是一直在镇上工作吗？怎么回村里了？我妈最近身体不舒服，我得回来照顾她。来，我刚蒸的热花卷，趁热吃。让你看笑话了。我现在工作没了，事业黄了。回村这2天，满村都在传我的闲话。那些人懂什么啊？都是听风就是雨。小林哥，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张浩那家伙就是典型的过河拆桥、忘恩负义，不是个东西。技术再厉害又有什么用？现在大棚没了，军种没了，连启动资金都没多少，想从头再来，太难了。小林哥，我记得你家后边不是刚好有块空地吗？你是学农的，最懂什么地适合种什么。你有技术怕什么？我养了1年的洋杜军，最擅长的就是菌类育种、温控培植。现在一无所有，零成本起步，最稳妥、见效最快的，就是继续做洋杜军。洋杜菌，那可是高端稀缺食材，价格昂贵，咱们村里从来没人种过。你就用这片破破烂烂的荒地，在这里养洋杜菌？没错，洋杜菌相比于其他作物，投入少，成熟快，收益高，是目前为数不多能低成本落地的项目。没有专业结构的大棚，我可以用土办法搭建简易保温棚，靠技术弥补设备差距。小林哥，我就知道你肯定行，你尽管放手干，需要什么随时跟我开口。哎呦，我当你林博士辞了职要干多大的事业呢？原来就是躲在自家后院刨荒地呀！就这条件简陋、空间小的地方，你还想种洋杜菌？我种我的，跟你没关系。我就是特意来告诉你一声。你走了之后，贾涛培育的洋杜菌都已经出丝了，再过半个月就能出菇，比之前的生长周期缩短了整整1个月。我特意优化了你以前的老配方，减少了营养料的比例，成本降了1成，出菇速度还更快。就这点事儿，哪用得着什么博士学历？我跟着学2月就玩明白了。听见没有？你走了，厂子赚的比以前还多。我早说了，你那点破技术根本不值钱，离了我张家的本钱，你就只能在这荒地里瞎折腾。就靠这几块破布、几根烂竹竿种洋朵菌，林晨，真以为自己那点技术万能啊？等你种出来，还不如等着喝西北风呢。张浩，你别太过分。当初要不是小林哥帮你，你这军场能不能开起来都两说。现在偷了技术反过来踩人，你要不要脸？我当是谁呢？这不是乔玲吗？怎么，你也跟着他一起发疯？我劝你别掺和，到时候赔得底朝天，别连你自己的积蓄都搭进去。洋杜菌的核心从来不是配培养基那么简单，温湿度的精准把控，杂菌的阶段性防控，出谷期的环境调节，哪一步错了，都可能满棚绝收。贾涛只学了个皮毛，你就这么有信心？你少在这危言耸听！贾涛都盯着长了半个多月了，军丝好得很。我看你就是见不得我们好，故意说这话咒我们。未来1周会有持续超高温天气，洋杜菌丝本就不耐高温，要是温控跟不上，应急措施不到位，轻则大面积萎缩减产，重则爆发绿霉杂菌，全棚绝收都有可能。超高温，林晨，你编瞎话也编个像样点的。我那里通风扇、遮阳网全套配齐，温度能高到哪儿去？我看你就是故意吓唬人，真当我是3岁小孩那么好骗。我每天早中晚3次查棚温，通风遮阳，这点温度算什么？就你这3天打鱼2天晒网的，能种出个啥？别白费力气了。倒是你这几块破塑料布搭的棚子，太阳一晒，里面跟蒸笼似的。别到时候我们的菇啥事儿没有，
你自己的先晒死烂光了。我今天把话放这儿，到时候我家杨赌军上市卖爆，我就让大家看看没了你，我张家的厂子到底行不行？你就在这破荒地里慢慢折腾，我倒要看看你能种出个什么名堂。就是，到时候别种出一堆歪瓜裂草，卖都卖不出去，丢咱们村的人。林晨，没钱买军种，记得跟我说。看在发小的份上，我赏你2袋。太过分了，他们怎么能这样？小林哥，你好心提醒他，还反过来咬人。小林哥，你说的高温是真的吗？气象预报不会错，持续高温是板上钉钉的事。他们的专业大棚看似设备齐全，但贾涛根本不懂高温下的应急温控逻辑。35度以上持续3天，菌丝就会开始退化。咱们的简易棚看着简陋，但背靠西墙，能遮正午的太阳。我再用双层塑料布加盖，白天遮阳，早晚通风，反而能把温度稳在28度左右，刚好适合菌丝生长。原来是这样，小林哥，我就知道你肯定有办法。歇会儿吧，小林哥，棚架框架明天就能钉完了，进度比预想的还快。是哪儿不对吗？我看你皱着眉钉半天了。框架没问题，是种植节奏得改。现在常规杨赌菌种植季早过了，按普通种植模式，现在培育要等到秋天才能成熟上市。那不是正好吗？秋天上市不是正好赶上丰收季吗？销路应该更好啊。张浩的军场批量培育杨赌菌，刚好也是秋天集中出货，到时候市面上货源饱和，价格会被大幅压低。咱们这点零星产量根本拼不过它的规模化大厂，最后只能低价贱卖。那咋办？咱得反季种植，1个月就能出货，到时候市面上根本没有杨赌菌，一旦咱们拿出鲜货，高端酒店餐厅都会抢着要，这东西才能卖上价。1个月？这怎么可能？我听说杨赌菌最快也得3个月才能成熟，你这硬生生压缩了1大半周期，根本不符合常理啊！普通人做不到，但我可以。我做过类似的研究，只要更换高透光保温棚膜，搭建简易温控、通风设备，再优化改良菌种，强行缩短生长周期，实现早熟。如果真的成功了，到时候整个市场只有我们一家有新鲜杨赌菌，我们的菌子就不愁销路了。张总，你看这一片3号棚的菌丝长得最旺，比林晨在的时候同期还密。照这势头，用不了半个月就能转色出菇。我就说林晨那套都是故弄玄虚，什么精准配比、核心技术，说白了就是糊弄人的幌子。那是张总领导的好，他林晨就是仗着读了几年书，显得自己多厉害。现在看来，没了他，咱们厂子转得更顺。等这批杨赌菌上市，正好赶上市场空窗期，收购商那边我都谈好了，价格比去年秋季还高2成。这一棚下来，纯利润就得小几10万。那肯定的，到时候咱们再扩建2个棚，到时候整个县的杨赌菌生意都得攥在我们手里。林晨还说什么持续高温要绝收，我看他就是盼着我们出事儿。这大棚通风扇、遮阳网全配齐，能出什么事儿？白天棚内暴晒温度过高，夜间又降温过快，昼夜温差超标，菌丝娇嫩，根本扛不住这种变动。已经发霉了，湿度超标，通风不足，再控不住温度湿度，整批菌种将会在3天内要全部报废。我看你房间灯一直没亮，猜你肯定在棚里守着，是不是出问题了？情况不太好，菌种面临霉变风险，我急需采购风机、保温棉和小型排风扇，必须立刻调控棚内环境，晚了就来不及了。你留在棚里盯着菌种，需要的设备耗材你写个单子给我，我去镇上买。我的天，竟然真发芽了！这破塑料布搭的棚子里真能种出了顶级杨赌菌啊！小林哥，你也太厉害了，这可是连专业大棚都很难做到的反季培育。菌丝扎根稳定，发育正常，再过2周就能彻底成熟，采摘上市了。
真不愧是农学博士，这么难的事儿硬让你给做成了。张浩要是知道他亲手赶走的合伙人用一堆破烂就种出了他大棚都种不出来的反季养赌菌，肠子都要悔青了吧？现在还不能高兴太早，反季培育风险大，后面还有温湿度调控，一点不能马虎。等真正卖出钱，站稳市场，才算是真正的成功。不好，正午温度窜得比预想的还快，右股扛不住了。小林哥，我给你送午饭，这怎么这么热啊？出什么事儿了？正午温度超标，幼母有点脱水萎凋，我正降温增湿。你先把饭放外面，这会儿棚里闷。那能救回来吗？不会全坏了吧？没事了，虚惊一场，降温及时，幼骨只是暂时脱水，没伤到根本。吓死我了，我还以为这么久的功夫白费了，还好你反应快。这才是第一波高温，后面还有几天，接下来正午我都得守在棚里，随时调整温湿度，不能再出现今天这种情况。等这波高温扛过去，幼菇再长大些，抗逆性就强了。慌慌张张的干什么？火烧屁股了！张总，不好了，出大事了！三号棚的菌丝大面积长绿莓了！胡说八道什么？昨天看不还好好的吗？怎么可能突然长霉？怎么会这样？通风扇不是一直开着吗？遮阳网也拉了，温度能有多高？这2天温度实在太高了，正午棚里都快38度了。我本来想着菌丝状扛2天没事儿，谁知道今天一早就开始冒绿点，这才半天功夫就扩散了快半棚了。不可能，肯定是消毒没做好，跟温度有什么关系？张总，这绿莓扩散的太快了，再不想办法，这一棚菌丝就全废了。咱们要不要去找林晨问问？他之前肯定处理过这种情况。找他干什么？找他看我笑话？不就是点绿莓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去把仓库里的消毒药拿出来，全棚喷一遍，把发霉的地方全铲了扔出去，我就不信压不住。难道凌晨说的真的全中了？哟，真是太稀奇了！这是羊肚菌，这季节竟然有羊肚菌，还是鲜货。我干收购10几年，从没见过反季鲜货，品相还这么好。我去，这么多，还是鲜货！小兄弟，你这羊肚菌我收了，80一斤，全部打包，你看行不？去，你这是欺负人家年轻人不懂行情。羊肚菌旺季货，现货都不止80一斤，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兄弟，我出90，我全要，我95。小林哥，这个价格已经远超旺季行情了，咱们产量不多，差不多可以出手了吧？150，我全要了。这些羊肚菌，我出150一斤，全款现金，当场结算。老板，这些羊肚菌，你确定您全都要？我做高端餐饮多年，好坏食材一眼就能分辨。你的羊肚菌肉质紧实，无空心，无杂质，是顶级货，值这个价。有多少我收多少。一共多少斤？总共330斤。5万整，你点点，多的不用找了。这是被张浩坑了之后拿到的第一笔钱，本来以为在这儿做1天卖个3万块就算不错了，没想到竟卖了5万，太厉害了，小林哥，我们真的成功了。我是城里光华大酒店的负责人王振兵，这种顶级反季鲜货，我们酒店长期刚需，你后续只要产出，随时联系我，价格永远高于市场价，有多少收多少。多谢王总赏识，后续我一定优先给您长期供货。哎呀，我说是谁？怎么出手这么大方？原来是光华大酒店的王老板啊！哪个光华大酒店？难道是常年接待外地考察团、高端宴请的那家？没错，就是王振榜王老板，咱们县城著名的民营企业家王老板
久仰大名。小兄弟，你可以啊！我们做收购10几年，从没见过王总亲自来市集收货，还全款包圆。你这菌子的品质是真的碾压同行。什么老板不老板的，各位都是市场里的老手，我就是个做餐饮的。以后大家手里有顶级特色鲜货、反季食材，也欢迎随时联系我，我高价收。一定能跟王总合作，是我们的福气。以后有好货，第一个给您留着。哎，我说兄弟，现在根本不是羊肚菌的产季，市面上几乎没有，你这满满一车，上哪能来的这么多鲜货？是我自己棚里培育的，我本就是学农学技术的，做的反季种植。好一个农学技术，小伙子，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有技术、踏实肯干、不整虚的。而且你这批羊斗菌的品相、口感、香气，完全不输大型专业菌场的货。何止不输，之前那家碾压众人的大菌场，整套培育技术，所有菌种优化，全是我亲手打磨出来的。张浩只会坐享其成，贪得无厌，哪里懂半点核心技术？快去！这可是绝佳的合作机会，王总主动邀约，太难得了。承蒙王总厚爱，我们荣幸之至，听您安排。可以啊，小林哥，刚翻身就拿下高端独家渠道，这起步也太稳了。别高兴得太早，八字还没一撇呢。这种高端客户最看重品质和稳定性，咱们现在能不能持续供货，跟上王总的需求还不好说，后续能不能长久合作，还得看实力说话。先聊了再说，凭你的技术，只要稳住品质，绝对没问题。市集上人多嘈杂，说话也不方便，特意带2位来茶室坐坐，喝杯清茶，歇歇脚。别拘束，就当在自己家里。多谢王老板招待。说实话，这批羊肚菌能卖出好价钱，全靠您鼎力相助，我心里特别感激。你不用谢我，我是个生意人，只认品质。还是林老弟自己有实力啊，能在反季节培育中品相、口感都顶尖的鲜羊肚菌，这份本事在咱们县城都很少见。王老板过奖了，我就是常年深耕种植，稍微摸索出一点门道罢了。哎，过度谦虚就是见外了。我最欣赏你这种有真技术、肯踏实干的年轻人。这样，以后你产出的所有菌类新品，我全部包收，价格永远比市场价高。那我就不跟您客套了，多谢王总信任。以后有货，我第一时间联系您。林老弟，实不相瞒，今天特意请你过来喝茶，除了敲定长期合作，确实还有一件急事，想拜托你帮忙。王总您直说，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尽力帮忙。我们光华大酒店一直承办考察团定点用餐，每年都要承担上级考察组用餐。今年来的领导格外偏爱吃牛肝菌，尤其是鲜货。牛肝菌培育难度极大，产量稀少，这个季节市面上更是彻底断货。下周考察团就到了，这道招牌特色菜要是做不出来，我们酒店的定点接待资质恐怕都要保不住了。我明白了，王总是想让小林哥尝试反季培育牛肝菌。可牛肝菌比羊肚菌娇气太多，反季培育几乎没人敢尝试，风险太高了。难度确实很大，但是王老板，你要是信得过我，我可以试试。王老板，我得提前跟你说清楚，牛肝菌培育周期短，反季培育风险大，我没有100%成功的把握，只能尽全力尝试。林老弟，我信你，你能突破行业常规，种出反季顶级羊肚菌，牛肝菌一定也难不倒你。立刻准备合作合同，打1万块定金到林先生账户。这1万定金算是补偿你搭进去的成本费，单价按市场价的2倍算，交货后结清尾款。不管最后成不成功，定金不用退，所有压力我们一起扛，你只管放心大胆试。谢谢您的信任，王老板，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林老弟，牛肝菌的事儿就拜托你了。合同刚才签了，定金我已经打到你卡上了。王总，恕我直言，这个林晨看着年纪太轻，不像有丰富种植经验的样子。牛肝菌培育又是行业难题，您直接签合同还预付1万定金，万一最后种不出来，咱们岂不是白白亏损？我在行业摸爬滚打20年，看人从不会错。这年轻人踏实沉稳，有真技术，不浮躁，比那些吹嘘大话的老手靠谱100倍。小乔，真得谢谢你，这次能顺利出货，拿下高端合作渠道，全程都是你帮我跑前跑后出谋划策。没有你，我走不到今天。这份礼物我必须送你。别，都是乡里乡亲朋友一场，帮忙是应该的，哪能收你这么贵重的东西，太见外了。一码归一码，
你帮我出力费心，不计回报，我不能让你白白忙活，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必须收下。这裙子质感这么好，肯定不便宜，太破费了。5代优质牛肝菌聚种，30米，加厚高透光保温蓬膜，小麦麸皮和玉米芯各50斤，再拿一套精准温湿度计，通风小配件，全部算下来一共4800。可以啊，小林哥，赚了钱底气完全不一样了，出手这么阔绰。先犒劳一下我们的功臣，今晚咱们去镇上酒楼吃顿庆功宴，休整一晚。明天开始，咱们要抓紧给王老板培育牛肝菌了。等牛肝菌再培育成功，咱们就可以慢慢扩大规模了。到时候租几亩地，搭几个正规大棚，再也不用挤在自家后院那点小地方了。先把这一批牛肝菌做好，稳住王总的渠道，后面一步步来。林晨，你少在这装模作样！我问你，我棚里的绿莓大面积爆发，是不是跟你有关系？你当初走的时候是不是故意留了一手？之前你在的时候，棚里从来没出过这么大的事儿。你刚走没2月，3号棚全烂了，2号棚也开始传染，肯定是你当初留了后手，故意坑我们。你们要不要脸？当初是你们过河拆桥把凌晨逼走，现在出了问题反倒赖别人。少跟我扯那些没用的，他肯定是故意藏了关键配方。贾涛跟着他学了大半年，怎么可能治不住这点绿莓？凌晨，你就是见不得我好，故意等着看我笑话。高温期杂菌变异后的应急配比，菌丝复量的核心技术，是我的研究成果。我没义务交给一个抢我心血、踩我技术的人。现在菌菇了问题，是你自己选的结果，跟我没关系。要怪，就怪你自己只看得到本钱，看不懂技术的分量。凌晨，你别得意，不就是种出点反季羊肚菌吗？等我这批菇救回来上市，照样压你一头。自己技术不行搞砸了，还有脸跑过来质问你？看他刚才那样，估计这回他可赔惨了。是他自己选的路，怨不得别人。吃饭吧，吃完早点回去，明天还有的忙。王老板承接的考察团宴席是3天后，牛肝菌从接种到成熟，正常要15天，我们必须把成熟时间压缩到3天才能赶上。没想到这么贵的菌子3天就能长成，真能行？理论上可以，但容错率极低，风险比羊肚菌大得多。一旦哪个环节出问题，整批都报废。时间太少，我们只有一次机会，所以得24小时盯着，随时调整。小乔，咱俩这3天可能都没法好好睡觉了，温度高了0.5，得尽快降下来。我睡醒了，换我来看着。小林哥，你眯一会儿吧。不行，这个点儿温度变动最大，最容易出问题。菌丝已经开始分化了，生长速度比预想中还要快。太好了，这么看来肯定能按时交货了。才第1天，现在只是保证菌丝存活，后面2天才是决定菌菇品质的关键，不敢松懈。这批营养料湿度不够，但是等不及换新的了，我自己办。小乔，帮我把水管扯过来。小林哥，你一夜没睡顶得住吗？没事儿，等这批弄完再说。不好，光照时间还是长了，菌盖开始提前老化了。那怎么办？明天就要交货了。还有12个小时，把光照全停，温度再降2度，湿度提到90%，全力催熟。这样真的能行吗？事到如今，只能赌一把了。厨师长，考察团12点准时抵达用餐。如果牛肝菌无法按时送到，招牌菜黑松露焗牛肝菌就只能撤掉。这是备用菜单，规格也是高标准。您先安排后厨备菜吧。王总，时间来不及了，我就直接按备用菜单准备吧。是啊，王总，您真的要干等着那个凌晨送牛肝菌来吗？这个时间还没来，我看他就是拿着您的1万块定金跑啊！再等一会儿。凌晨不是那种人，我看人不会错。再说了，领导点名要吃牛肝菌，我们临上桌才说找不来货要换菜单，我王振堂丢不起这个人。让让让让，林老弟，你可算来了。王老板，货到了，您验验。哎呀，好货好货！王总，这品相比应季时候的还强。林老弟，你可算来了，
再晚一步，我这宴席就砸了。王老板，您放心，小林哥3天没合宴，全程守着这批菌菇呢，差不了。快，把货搬进后厨，让厨师长马上处理。林老弟，走，跟我进去。今天这顿饭你必须得吃。王老板，不了，我得回去睡一觉。林老弟，不，让我以后叫你小林哥都成。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林老弟，考察团那顿宴席，领导吃得满意，定点合作资格彻底稳住了。往后几年的高端接待业务，都不用再发愁了。这是尾款的汇款单，说好了按市场价的3倍收购，30万已经打到你卡里了。小林哥，你看看，说实话，小林哥这一手反季培育技术，在整个省内都算得上顶尖。我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正式跟你谈一谈长期合作。我光华餐饮集团旗下10几家门店，还有常年合作的高端酒楼、私人会所，对高品质食用云的需求量特别大。以后你培育的洋杜菌、牛肝菌以及各类珍稀菌菇，全部优先供应我们集团。我给出的收购价，永远比市场最高价再高出1成。王老板这是真心要谈合作啊！小林哥，过天的富贵来了。王老板，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长期合作的事儿我不能答应。小林哥，你是觉得价格不满意，还是有其他顾虑？有想法你尽管提，只要我能办到，都可以商量。王老板，培育菌菇是我的兴趣，但只能算是副业，算不得什么正经事业。这批货就收益几10万，长期经营下去，年入100万，轻而易举。这还不算正经事业。王老板，菌菇是快钱，菌类种植虽然利润高，但只能算短线收益。但我攻读农学多年，初心是扎根土地，改良种植，培育良田，让普通农作物提质增收，这才是我毕生想要为之努力的方向。林老弟，我懂了，你有自己的理想与格局，令人佩服。这样，军国的事儿你什么时候想做了，还可以随时找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也尽管开口。我王振邦认你这个朋友。多谢王老板赏识。王老板，您放心，小林哥以后种出好东西，我第一个给您送过去。您好，我来找您办理土地流转手续。我想承包村里西头那片闲置荒地。你说的是西边那片坡地？那块地土薄不保水，村里前后好几批农户都试着耕种过，全都收成很差，久而久之就彻底闲置了。你确定要选这块地？我确定，我就是专门冲着这块地来的。麻烦您帮我核算面积和流转费用。林晨，你可别犯糊涂。这块地看着面积不小，其实种啥不长，纯的废地。前阵子你种菌菇赚了钱，我们还挺佩服你。现在怎么想不开要买这块地？这不是拿着钱打水漂吗？年轻人刚赚点钱就开始浮躁了，手里有几个闲钱就乱折腾，早晚得把家底赔光。我心里有数，您直接走流程就行。我听说你要买村西头这块地，林晨，你脑子是不是被门夹了？这块地我小时候就知道，种啥死啥，村里人叫绝命坡。你买它？张浩，怎么哪儿都有你？你没自己的事儿要干吗？整天跟在小林哥屁股后面干什么？林晨不是让我走着瞧吗？我这就来瞧瞧你们是怎么出洋相。在酒楼出了次风头，真以为自己行了。菌谷种植和露天种地完全是两码事，你懂不懂？我不懂，难道你懂？你这个250能不能别整天想着教别人做事？那块地村里多少老农都种不出东西，我劝你也趁早别折腾了，脑门一热什么都敢干，以为自己有天大的本事。我有没有本事，不靠嘴说，最后看结果就好，轮不到你来指点我。林晨，我也不绕花子了。你最近靠着反季洋杜根、短周期牛肝菇赚了不少钱，我都听说了。你手里的技术确实有2把刷子。林晨，你年纪轻轻，攒点本钱不容易，别糟蹋在那片荒地上。听我一句劝，回军场干活吧，张总不会亏待你。是啊，
现在军场的规模越来越大，只要你愿意回来，以后大不了给你涨点工资。说白了，你的技术只有在军场才能发挥最大用处。回厂里干活，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收入也稳定，总比你在荒地里把钱赔光要强得多。这可是我主动给你机会，你可别不知好歹。机会？当初你的厂子经营惨淡，喊我过去说是帮忙，我全年扑在大棚里熬夜培育改良，把军场做到如今市里数一数二。你们一家3口过河拆桥解雇我的时候，怎么不说给我机会？就是村里大伙还不知道吧？今天就彻底说清楚，让大家都看个明白。当初把我当成工具人利用完就扔，随意践踏，现在看到我研究新培育技术，还想让我回去继续当牛马。你们一家3口的嘴脸，这下大家应该都看清了吧？林晨，你胡说什么？我胡说？张浩，你敢不敢把账本拿出来让大家看看？我去之前厂里什么样，我去之后又是什么样？所有资料都齐了，现在把字签了，流转费用我当场结清。合同正式生效，林晨，西边那块地归你了。行，林晨，你要真这么有种，敢不敢跟我赌一把？赌什么？就赌你在这块破地儿种不出东西。我给你3个月时间，你要是3个月之内能种出来东西，我就当着全村老少的面，认认真真给你道歉。然后呢？我不信你突然良心发现了，说吧，种不出来呢？要是3个月内种不出来，你就必须把反季培育菌菇、缩短菌子生长周期的全套技术，毫无保留的交给我。张浩，你摆明了要坑小林哥。这片地这么荒，开荒养地也得1个多月，3个月能种出什么来？你就是想抢林哥的菌菇培育技术。好啊，赌就赌。张总，协议我都提前拟好了，就等他签字了。这可是你说的，协议我拟好了，签字按手印吧。儿子，白天在村委会你不是信心十足吗？怎么这会儿坐立不安的？信心十足，我那是硬撑。爸，都怪你给我出这个馊主意，让我拿打赌刺激他。现在好了，人家真签了。你忘了林晨是啥人了？他是正经的农大农学博士。之前在军场，所有核心技术都是他一手搞出来的。他刚才答应的那么干脆，一点都不犹豫，肯定是有把握。万一他真能种出点什么东西来，我怎么办？到时候在村里把脸丢光吗？慌什么慌？没出息的东西！林晨只是读了个博士，又不是神仙，还能逆天改命？那块绝命坡是什么样子你也知道，多少年了，村里哪个不信邪的没在上面栽跟头？林老弟，你订的东洋参苗给你送来了。我得跟你把话说上头。这东洋参市面上售价确实高，是抢手的高端货，但它娇贵得很，种植难度极大。你订这么多，要有心理准备。老板你就放心吧，小林哥要是种不出来，就没有别人能种出来了。东洋参对土壤要求极高，但水培技术可以绕过这个瓶颈。我自己调试水培系统，控制营养液配比、光照周期与温度湿度，只要参数精准，贫瘠土地反而能产出顶级品质。小林哥，还是你有办法，别人种不好的，你能种好。传统种植靠天吃饭，我要做的是把每一环节都量化可扣，营养液浓度再调低2个点。东洋参幼苗期怕农肥。好了，你看这个浓度怎么样？可以。光照周期设定为每天14小时，温度控制在22度，湿度保持70%，再过几天就能下土培育了。根须饱满，分叉均匀，表皮色泽正常。小林哥，这长势也太好了吧！这根系长得密密麻麻，看着就很饱满。首批东洋参顺利采收，品质达到顶级。贫瘠土地产出顶级东洋参，这第一步算是走通了。小林哥，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整个县城，不，咱们省内很少有种出这种品质的东洋参。意味着我们的技术路线是对的，下一步就是扩大规模。
如何了？买到了多少？拿来我看看。2天了，就买到这些零星杂货。我要的是高端药膳食材，这些连炖个汤都不够。王总，实在是时间太紧，高端药食文员食材本来就稀缺，采购部的人现在还在外面跑呢。集团要承接重要外宾接待任务，宴席需要大批量高端药膳食材，尤其是具有本土特色的珍稀药材，但是时间紧迫，这种珍稀食材市场存量太少，实在让人发愁。王总，距离外宾劳访没几天了，实在不行的话，要不就用次级食材临时顶上，也往高标准做。绝对不行，这是上面亲自交代下来的任务，要是瞎糊弄被看出来，以后这种大商单就要拱手让人，再也没有我们光华的份儿。还是得找，继续找，不惜一切代价。什么？东阳参？你在哪儿？地址发来，我马上过去。还愣着干什么？跟我走，再派一辆小货车跟着一起。林老弟，你说的东阳参在哪儿？快让我看看品质、数量怎么样，有多少？王老板自己去看吧。这么多好，林老弟，你这简直是雪中送炭啊！王总，这批东洋参刚采收，品相药效我都检测过了，应该能满足您那边的需求。何止满足，林老弟，你知不知道集团现在急成什么样？助理跑了2天，就买到点边角料，你这批货简直是救了我的老命。王总，这品质，市场上根本找不来这么好的，这真是林晨先生种的，真神了！哈哈哈哈哈哈！我就说我这林老弟是个人才吧，我王振博的眼光什么时候错过？林老弟，这批货我全要了，价格按市场价2倍算，等会儿货车就来拉货。林老弟，东洋参的货款我让财务打到你账上了，看得到了没有？王老板，哪有这么多？货款也就80、90万啊！林老弟，你2次关键时刻出手，帮集团保住了重要合作与口碑，带来的长期收益不可估量。这点钱你不收，我心里过意不去。王总言重了，能帮到你我也很高兴。林老弟，我还有个想法，你手里的珍稀种植技术独一份，货品品质稳定又高端，我想和你签订长期独家供应合约。小林哥一直都踏实做事，能和王总这样靠谱的合作伙伴长期往来，真是我们的荣幸。这是长期共赢合同，以后你产出的所有高端菌类药材，我光华集团优先包收，价格永远高于市场价30%。小林哥，这条件……王总，您这么信任我，我不会让您失望。哈哈，还有件事儿，林老弟，你上次送货骑个3轮车，风吹日晒的，我看着都心疼。这样，我车库里有一辆闲置的车，你先开着，方便往返送货。王总，这可不行，太贵重了。怎么，嫌我车不好，还是看不起我老王？林先生，我们王总10几辆车，这辆颜色看腻了，早换了新款，您开着就当是给他保养，以后来回市里村里也方便。小林哥，王总一番心意，你就别推了。那谢谢王总，我收下了。这就对了，当初市集上一眼没看错人，林老弟真是我的福星，以后咱们兄弟有福同享。快看，那是啥车？黑的发亮啊！我的天，大奔！我在镇上见过，得好几10万嘞。咱村里来啥大人物了？那是林晨，老林家的儿子。不是说他被张浩开除了，回村种地了吗？怎么开上奔驰了？小林哥，你就这么让他们议论啊？谁长在别人身上，说去呗。林老板，按你说的，老房子推倒重建，3层小楼，带院子带车库，材料都用好的，工期2个月。小林哥，有这么多钱，在城里买套商品房，跟张浩一样把叔叔阿姨接到城里住不好吗？干嘛非要在村里盖房？有些根是断不了的。现在人都削尖脑袋往城里钻，背着房贷一辈子翻不了身。其实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我的技术扎根在村里才有用武之地。自己家盖个大别墅，守着村里的金山，比进城当房奴强。你说的对，还是你想得通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上周不还好好的吗？上周就不好了，跟您说您没看出来呀，让我们该干啥干啥。你看出来了，你倒说说，这都是怎么回事？张总，这菌种应该是坏了，长出来的菇都带病。那就治啊！你们干看着。治了，
农药也打了，根本控制不住，蔓延太快了。废物，都是废物！不查账我都不知道，这几个月产量越来越差，你们怎么干活的？张总，这真不怪我们，以前这都是林主管。林晨，你们不是说都跟林晨学会了吗？怎么现在全烂了？产量一天比一天差，品质更是一塌糊涂。我让你们照看好大棚，就给我看成这样。张总，我们就是按照林主管说的弄的，但这都是重复性的活。以前大棚里一出问题，都是林主管熬夜钻研，亲自上手解决的。这些技术难题我们怎么懂啊？林主管，又是林晨，他都被我开除了，你们还惦记着他？还技术难题？遇到问题你们就不会想办法解决？拿着厂里的工资，出了问题只会找借口。我们每个月就拿2、3千块的死工资，干的都是体力活，那些复杂的技术活根本不是我们的工作范围。这个工钱我们也实在干不了。你敢跟我顶嘴？我不是顶嘴，我说的是实话。林主管在的时候，军场什么毛病都没有，您把他赶走了，现在出问题怪谁？小浩，不好了，收购商那边说咱们这批货品质不达标，要退货。还有银行那边说咱们的贷款……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一群吃里扒外的东西，居然还敢跟老板顶嘴！依我看，直接把这些工人全部开除，重新招人。我就不信离了他们厂子转不起来。行了，爹，这个开了那个开了，我彻底成锅杆司令了，军场直接关门算了。当初就是你撺掇我，说林晨就是个打工的，让我安排人学会他的流程，就把他赶走。现在倒好，厂里问题不断，现在再去外面请技术顾问，一问三不知，要的工资比当初林晨还高。事到如今，发火也解决不了问题。依我看，要不咱们拉下脸面，再去把林晨那小子请回来，有他在，军场的问题肯定都能解决。请他回来？现在请他回来，不是承认咱们过河拆桥，又离了他不行？我拉不下那个脸。张浩，你算算时间，3个月应该到了吧？对啊，最近厂里太忙，我差点忘了。林晨还跟我有个赌呢，3个月马上就到了。最近都没回村里，没听说什么动静。那小子肯定什么都没种出来。当初听说他要承包村西头那块种啥不成的绝命坡，我就知道他心气儿高，让你去跟他打赌下套，没想到他还答应了。现在到时候了，张浩，跟你说听爹的没错吧？他现在肯定已经走投无路，这个时候我们主动找上门，说点软话，请他回厂帮忙，到时候不仅能让他回来干活，还能顺势把他手里全套的菌菇培育技术拿到手。王老板，您就是我们家的大贵人啊！没有您，我们家林晨哪能有今天？老哥哥，您这话说的，林晨小哥才是我的贵人，2次救急，帮了我天大的忙。王总，没有您当初在事实上慧眼识珠，小林哥的技术也找不到销路啊，还是得好好感谢您。来，这条鱼您先吃。这叫互相成就。来，今天咱们不醉不归。一进村就看见村里人眼神很奇怪，不打听不知道，林晨竟然在绝命坡种出了东洋参，赚了大钱，开上大碑，还盖了这么气派的房子。本来还想趁他落魄好拿捏他，交出技术配方回军场打工，现在才知道村里人是都等着我给他道歉，看我的笑话。幸好听妈的话，带了2份东西，厂子要紧，先拉下脸哄哄他。林晨啊，好久不见，听说你发达了，我特地来看看你。哟，张总，您怎么来了？3个月赌约到了，也没见你来道歉。当初开除人的时候，可不是这副嘴脸啊。过去的事儿不提了，林晨，军场现在有难，你还回来军场上班，之前的工资不变，行不行？怎么说军场也是你的心血，你忍心看着他倒闭吗？以前的工资，搞笑。张浩，我是稀罕你那点工资才去你厂里的吗？你当初赶我走的时候说要和我一刀两断。当初你说厂子需要人帮忙，我放弃研究所的高薪工作去帮你，结果你们一家人忘恩负义，过河拆桥。如今厂子出了问题，又想起往日的所谓情分，太晚了。想来你也不会诚心给我道歉，你走吧，别再惦记什么技术配方，也别妄想我还会再回去帮你。林晨，我不就是把你从军场开了吗？我还给了你2万块钱补偿，你至于对我有这么大的仇怨？真是给脸不要脸！你以为世上就你有技术，厂里真的没你不行？装什么？这位老总，我看你是林晨的新老板吧，好心劝你一句，这种人你可千万不能重用，干了一点活就把自己当成大人物，自视甚高，骨子里还贪得无厌，相处久了你一定会吃亏。哦，怎么说？他为厂里多干点活就把自己当老板，天天拿自己有什么高薪工作说事儿，哪有什么高薪工作真的等着他？当初在军场，要不是我收留他，
他一个穷山沟出来的，饭都吃不上。王老板，你看，他赚点钱就往死里显摆，又是开大奔，又是盖别墅，忘本这么快。张浩，我忍你很久了，别逼我删你。乔玲，你以为你是谁？你赶紧动我一下试试。我不敢。你是不是忘了小时候被我追打的事儿了？从小就欺软怕硬，以前被我追着跑的事儿忘了？你胡说什么？我胡说。要不要我去村里问问多少人见过你当时怎么尿的裤子？好你个乔玲，我懒得跟你计较。凌晨，你也是，我今天给你台阶你不下，以后你可别后悔。王总，刚才在林先生家里遇到的那个张浩，说话实在过分，惹您生气了。岂止过分，简直不是个东西。原来林老弟被这种人坑害过。是啊，我在村里随便走了走，确实听说那个张浩一家都不是什么好人，利用了林先生，竟然还对着您说林先生的坏话。有恩怨就事论事，我本来不该干涉，但我最看不惯有人拿家境说事，肆意挖苦贬低别人。他竟然因为林老弟的家境贬低他天生贫贱。你跟了我不少年，应该也听说过，我年轻的时候家境也十分贫寒，吃过不少苦，一路摸爬滚打才有今天。张浩这番话不光针对林晨，也戳到了我。林晨为人正直，踏实能干，还屡次帮我解决大麻烦，是值得深交的朋友。张浩三番五次上门刁难，恶意诋毁，还靠着不正当心思算计别人，我不能坐视不管。您打算怎么帮林晨？林老弟那边不用我帮，我只需要给张浩一点教训。先去查一查张浩军厂以及他家目前的经营、债务等全部情况，摸清楚他的底细。张老板，我们公司目前最近需要一批洋杜菌，对品质要求不高，结算快，价格高于市场1成，想问问您有没有合作的意向？管他哪来的订单，只要能赚钱就行，先把钱捞到手，别的以后再说。有，当然有，不管是什么订单我都接，麻烦你回去转告贵公司，我这边一定保质保量完成。小林哥，你这是干什么？小乔，这半年你都跟着我忙前忙后，这是60万。我知道你这个志愿者几乎没什么收入，平时还都把贴钱给村里人帮忙。不行，这钱我不能要，你赚点钱不容易，我帮你又不是为了这个。这么大姑娘了，手里总得留点积蓄。不管以后想继续留在村里做事，还是有其他的人生规划，手里有钱，心里就有底气，走到哪里都不会轻易被人欺负。小林哥，其实我还有事想拜托你。什么事还需要这么正式？咱俩谁跟谁？小林哥，外面有人在等你。阿斌、石头、硕哥、志豪、小雨，小林哥，好久不见。行啊，陈子，混大发了，这别墅气派。我以为你们都外出打工了，怎么都在这儿？乔玲，你什么时候找的他们？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们几个，我还以为你们早就外出打工，常年不在村里了。陈哥，我们也想出去闯荡，可家里的情况实在不允许。家里老人年纪都大了，身体不好，身边离不了人，我们根本走不开。留在村里守着几亩薄地，一直按老法子种地。年头久了，土地越种越瘦，收成一年不如一年，忙活一整年，到手的收入少得可怜，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们几个在村里转悠了挺久，也想找条出路。前段时间亲眼看着你靠养菌子、种东洋间一步步做起来，日子越过越好，我们心里都特别羡慕。我们几个人文化水平都不高，也学不来什么复杂手艺，唯一能出力的就是一身力气。今天跟着乔玲过来，就是想问问你，能不能收下我们，跟着你学习新式种植技术？我们不怕吃苦，不管是下地干活还是手碰棚，我们都愿意干，就想靠着自己的双手多赚点钱，把家里的日子改善一下。我明白你们的难处，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能帮的我肯定不会推辞。陈哥，你是答应收下我们了？没错，大家既然有心一起做事，那咱们就拧成一股绳。新式种植虽然讲究技术，但也离不开踏实肯干的人手。往后咱们一起打拼，靠土地挣出好日子。这下好了，人多力量大，往后种植园的活儿也能分担开，大家一起努力，肯定能做出成绩。阿斌的阴坡地要做好保湿，石头的坡地提前完成土壤改良，其余地块也按照规划提前整理，适配对应的作物。小林哥，
原来你是打算把各家地块优势都利用上，合理搭配项目啊，真厉害。阳杜剧、东洋参虽然赚钱，但不能所有人都扑到同一种东西上。我早上去各家地头看了看，分别规划了不同的种植项目，咱们各取所长，多搞些品类。阿斌性子稳，耐得住细心管护。你家地块背阴湿润，就专门种黄针，走高端药膳供货渠道。石头力气足，干重活不在话下。你家沙质坡地改造后适合搭大棚，就规模化种植阳光玫瑰，分渠道销售。志豪头脑灵活，懂行也会沟通。你家田地挨着大路，运输方便，负责种芦笋和西湾塞，精品菜直供酒楼，普通蔬菜走批发市场。硕哥擅长算账打理，你家连片平地水源足，就种白菜、甘蓝这种大龙露天蔬菜，主打批量供货，账目和损耗就由你把关。小雨家田地光照好，适合种瓜果，那就种城里实行的贝贝南瓜和梅伦迷瓜，礼盒和散卖两条路一起做，项目真是好项目。可我们几家手里都拿不出钱，种苗、土壤改良的费用，还有前期农资都凑不齐。启动资金你们不用愁，种苗改土的钱我全部垫付，等作物收成回款之后再结算就行。这是之前小林哥给我的60万，我现在暂时用不上，也拿出来投资大家。就算加上这笔钱，要买成套罐罐温控这些大型设备，资金还差一大截，这么大的缺口，一时半会儿根本凑不齐。林老弟，你说要扩大规模搞事业，我老王当然要来支持你。辛苦您特地跑一趟，既然来了，就去看看吧。不错，我刚才在地里看了一圈，你说的那些地块的规划都很合理，项目差异化，避免内部竞争，连销路都想好了。林老弟，你不仅搞种植业，商业头脑也不比我老王差嘛。王老板，不绕弯子，请您来是想请您帮忙。哈哈，好啊，终于有我能帮上林老弟的时候了。你们尽管开口，能帮上的我绝不会推辞。我们规划好了种植区域和品种，也凑了一部分资金，但是采购灌溉、温控这些大型设备的钱还差很多，一时间实在没有办法。差多少我来补，这钱算商业投资，我占股，但不管具体经营，全由你说了算。王总，这林老弟，我早跟你说过，我集团旗下多家高端门店长前需要大量优质食材，你建成种植园，既能帮我稳定货源，降低采购运输成本，也能保障食材品质，这是双赢，我求之不得。王总，既然以后和村里的种植园要长期合作，我也跟您说个项目。其实村里还有些助学项目是我们在对接。乔妹妹说的这个助学项目我好像听说过，怎么，你这边也需要合作？我们有很多长期参与资助的爱心企业，您如果也愿意参与资助村里贫困学子上大学的项目，不仅能提高企业公众形象，我们也会帮助接洽各个爱心企业间的资源置换。好，就这么办。我王振华别的没有，就是有点闲钱，资助贫困学子，助力乡村教育，这事儿我干了。前段时间眼看厂子不行了，却突然来了大订单，大把钞票往兜里进，一夜之间军厂又红火起来，运气来了，真是挡都挡不住啊！爸，咱们回村里转转，让大伙都瞧瞧，我张浩如今又站起来了。以前那些看笑话的穷酸人，今天都得开开眼界。哟，这不是林晨大博士吗？还在村里跑土玩泥巴呢。张浩，你都在城里买了房，天天还跑回村里刷什么存在感？又是整地又是搭棚，搞这么大场面，终究还是靠天吃饭。让你回厂里老实打工你不去，回头老天爷要是不给你面子，赔得一干二净，可别厚着脸皮再来求我们。需要我提醒你们吗？你们家张浩和小林哥还有个赌约没兑现呢，我还以为你带这么多东西是来和小林哥道歉的，可别装着忘了想糊弄过去。怎么跟长辈说话呢？一个年轻姑娘家，天天在外忙活，家里人没意见吗？女孩子家家还是安稳点好。大家都是同乡邻里，有话好好说，没必要恶语相向。再说人家乔妹子说的也是事实，这是我们自己村里的事儿，你一个外人掺和什么？多大的老板摆这么大架子，整天跟林晨混在一块儿，也是个睁眼瞎。干什么？想动手？挡路了，请让一下，你们就慢慢折腾吧。看我发财可别眼红。真是小人得志，他那军场之前不是出问题了吗？怎么就又让他发横财了？哪有那么多横财，一时风光罢了。有些人现在蹦得有多欢，以后就会摔得有多惨，用不了多久，结果自然会见分晓。今天种植园正式启动，我会依靠农学技术，结合咱们本地水土优势，踏实经营，也希望能带着大家一起增收致富。我很看好这片种植园，后续会长期稳定收购优质货品，大家只管安心劳作，
搞这些花里胡哨的，种地还能种出花来？我看都是一群年轻人，能靠谱吗？搞不好最后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再科学再技术，地还是那块地，哪能靠着花样玩法改变收成？我也不看好。林晨人家是正经农学博士，有真本事的，科学种植肯定比老一套强。之前种啥赚钱，大家都看到了，你们还不信？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守着老观念没有出路。林晨要真能搞起来种植园，咱村都能跟着沾光。育苗区把控好温湿度，大棚区域按时通风，大家严格按照之前讲解的流程操作，细节决定收成。大家有什么问题及时和我说，每天晚上收工前总结一下进度。每天起早贪黑确实累，但一想到往后能有稳定收入，再辛苦也值得。从前种地只觉得熬日子，现在干活心里满是盼头。咱们肯定能把这种植园搞好。排水沟再加深20公分，坡度不够，雨水大了排不出去。幼苗期很关键，防水工作一定要做好。好，我这就动手重新修整排水沟。你村西头那块东阳深地还没做防护呢，要不要过去加固一下防雨布和围挡？先把大家负责的集体地块和各家地块的防护设施全部弄妥当。村西头我那块地，晚点我自己回去弄就行，不急。陈哥，我家的那块地势太低，往年一下雨就容易积水淹苗，你能不能抽空帮我看看围挡合不合理？走吧，现在就过去看看。你地里种的是黄金，这种药材喜事但最怕积水，一旦落根损失就大了，半点马虎不得。不好，光顾着这边，把东阳京地忘了，得赶紧过去做防护。怎么突然下得这么大？这雨可比预报的大太多了。虽然我提前挖了很深的排水渠，但这雨下得太大，积水速度太快了，根本排不出去，来不及了。完了，这3个月全完了。小林哥，小林哥，你们怎么来了？我看你一直没回家，雨又下这么大，猜到你这边出事了。陈哥，我们来帮你了。我和阿斌先挖开田冷清理积水，硕哥，你从排水沟末端开始挖，咱俩对向挖通。陈哥，我带了抑菌药剂，你刚教过我们的，积水容易烂根，防止2次感染。陈哥，我把支架重新支起来，能救多少救多少。小林哥，别愣着了，那边还有一片没完全倒的，你去扶正，我来疏透土壤。好，好。石头，这边通了，水往你那边排。好嘞，临时排水头全通了，没一会儿就能排干积水。陈哥，这批植株根部还算完整，涂上药，重新培土，应该能活。小乔，兄弟们，真的谢谢你们，在我最难的时候，你们没有丢下我，有你们在，我就还有信心把这片地重新打理好。陈哥，你都是因为操心大家的地，没顾上自己，你的动阳参才让水泡了的，兄弟们当然不会眼看着你遭殃。陈哥，这批洋杜鹃品相绝了，王老板的车刚才过来拉了2车走，我这阳光玫瑰挂果特别足，品相也好，实际产量比我们当初预估还高出2成。刚才接连来了好几波收购商，都抢着出价要拿货。林先生是吗？我们打听了很久，听说你们这里的农产品品质远高于市面上的普通货，我们愿意出高价长期收购，咱们可以好好谈谈合作。我跑了不少地方，从没见过这么好的货品，优先供应我们，价格方面绝对不会亏待你们。之前我还觉得这种新式种植不靠谱，现在亲眼见到收成，才知道是我思想老旧了。林晨，你这种植技术实在厉害，能不能教教我们？我们也想学着种些高品质作物。当然可以，晚点我去大家地里看看，适合种什么，有好项目，当然要和乡亲们一起搞。你这孩子是真不错，本事大又没架子，真是办大事的人。老林家真是出了个大人物啊！这段时间大家起早贪黑，辛苦劳作，
所有货品都顺利卖出，营收账目全部核对清楚，这是每个人应得的报酬，大家点点数。我活了这么大岁数，靠种地还是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钱。往年辛辛苦苦一整年，收入还不及这几个月的一半。跟着陈哥干，真是选对了路，可不是吗？以前守着几亩薄地勉强糊口，现在不光收成好，销路还不用愁，各路收购商抢着要货，这日子终于有奔头了。咱们又是高端供货，又是批发零售，两条销路同时跑，货品从来没有积压过，销路这么顺畅，想不赚钱都难。真没想到种地也能闯出这么大的名堂，这是我长这么大赚到最踏实的一笔钱。大家付出的汗水都有回报，如今种植园彻底站稳了脚跟，往后咱们继续齐心协力，把日子越过越好。大家付出的汗水都有回报，如今种植园彻底站稳了脚跟，往后咱们继续齐心协力，把日子越过越好。这个月还有雨季，上次暴雨的教训咱们得吃透，排水系统全面升级，增设应急抽水泵，温控设备加出备用电源，以后再有极端天气，不能这么被动。还有件事儿，村里不少人想加入种植园，咱们是不是可以正式考虑扩大规模了？乔姐，咱们现在人手确实紧张，但扩建需要资金啊。资金的事儿，我和林晨在想办法。如果咱们村能建成全村规模的种植园，让大家不用外出打工，能在家门口就挣上钱，村里的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会减少至少一半。行，规划2期园区，吸纳更多村民，带动整村增收，本来就是咱们的目标。陈哥，我就知道你敞亮。2期园区重点放在药材和菌类，技术门槛高，但收益稳定。咱们先把框架搭起来，具体方案下周定。看见没？之前那个公司的订单又来了。我跟你们说了，我今年要行大运吧。你那帮工人说厂里的产量还是上不来，品质也跟不上，有些带病害的菌子混在里面。对面收了货就没说啥。他不问我不说，他一问我惊讶，回头再给他换批货就行。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扩大生产。临城那种纸厂不是搞大了吗？咱们不能落后。张总，咱们资金……钱的事不用你操心，银行那边我已经联系好了，贷款马上批下来。咱们把菌场规模翻1倍，不，翻2倍。土壤改良的关键是有机质含量，咱们这块地之前用菌肥改上过，现在土层疏松，保水保肥。你们回去可以照搬这个思路，但具体配比要根据自家地块调整。小林老师，我家地偏沙性，能种菌类吗？沙性地要增加保水措施，可以用覆盖膜或者掺入腐殖土改良。陈哥，这人鬼鬼祟祟的，看着也面生，不像村里人。你是谁？来干什么的？我是来跟小林老师学种植的。张浩派你来的吧？想偷学技术？这个张浩真是坏透了，当初骗配方不成，现在又想偷学技术，脸皮可真厚。各位，我开这个学习角就是为了帮大家学习种植技术，毫无保留。但竟然有心怀鬼胎的人想趁机捣乱，我这个学习角不知道还能不能办了。小林老师，你可不能不办啊！张浩那家人什么样，大家现在心里都清楚了。他们以后回村，我们一定让他好看。就是，张浩那家人怎么这么下作？当初对不起人家林晨，现在还跑过来偷学技术，真不要脸！林晨那小子一点情面都不讲，居然把我的技术员赶出来了。张总，这事儿要不咱们缓缓？你们不是一直想要林晨的货吗？我都说了，咱们联手压价，把他的收购价压到成本线以下，你们低价拿货有什么不好？张总，林晨那边好像跟光华集团签了供货合同，
压市场价对他很可能没有意义。不可能，光华那种大集团怎么会跟村里的小种植园签合同？再说你们不试试怎么知道？咱们联合起来，统一口径，就按市场价7折收。等我压垮了林晨，你们的好处少不了。张浩联合了3家小收购商，想压我的价。哈，跳梁小丑，林老弟，咱们合同上写的清楚，所有高端药材菌类优先供应光华集团。他张浩拿什么压，对你构不成一点影响。我早就料到张浩会用这类手段，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规划过多条销售渠道，不会被单一市场困住。小林哥真高，早就防着这一手了。你这脑子是真好使。这样，我再加一笔订单，专收你的高端军人，价格再涨2成。王总，谢了。哈哈哈，谢什么？双赢，双赢。拿着，今年就要考大学了，加油学！考上了，王叔叔给你出学费。谢谢王叔叔，我一定会考个好大学。考上了上京的大学吗？真是优秀的孩子。选专业了吗？要不要跟着你林晨哥哥学农学？我就是打算学农学，我爹娘也说了，农学是大学大本事，学好了能赚大钱，能造福乡里。好，好，你们以后都要成为林晨哥哥那样厉害的人。王总，您资助了村里10几个学生，让他们都能去上大学，我们全村都感激您。应该的，应该的，孩子是未来，教育不能耽误。如今种植产业稳步发展，助学帮扶也落实到位。我有一个新想法，咱们可以依托现有的种植园，打造特色农渔项目。小乔这个思路好，结合采摘体验、田园观光，再搭配乡村农家体验，做成种植、采摘加乡村体验一体化项目，既能吸引游客，也能带动村里更多收入。这个想法很有前景。我旗下酒店可以帮忙对接客源，引流市区和县城的游客过来，3方联手，项目落地会顺利很多。种植是根基，农渔是延伸，这样能让咱们村的发展路子越走越宽。接下来我们细化方案，一步步推进落地。老规矩，资金我出，你们干。咱们打造种植加采摘乡村体验的特色项目。那咱们就这么定了，我这就去规划路线，把村里闲置房屋统计一下。张浩供给我们子公司那边的货全部不合格，农残超标3倍，军资退化严重，根本达不到收购标准。我们已经按您的要求把报告公示了。之前让旗下小公司给张浩的那些小额订单，就是为了让他放松警惕，盲目扩产。现在该收网了，再给他加把火，通知合作媒体，把张浩菌场的问题曝光出去，推送本地流量。王总，高！这一下子，张浩在镇上就彻底没法翻身了。当初他怎么对林晨的，我现在就怎么还他。这叫以其人之道还照其人之身。张总，检测结果显示，这批菌菇农药残留超标，品质严重不合格。按照规定，所有库存货品全部做拒收处分。胡说！我的货怎么可能不合格？这是正规质检部门的报告，已经上网公示了。按照约定，你的货品品质持续不达标，公司决定终止所有临时合作订单，后续不再有任何业务往来。另外，市场监管部门已经接到了相关举报，后续会上门生产资质和产品质量问题，你们提前做好配合准备。不可能，这不可能！张总，银行来电话了，说咱们的贷款从下个月开始加息，还有，网上现在全是咱们厂的新闻。什么新闻？给我看看！儿啊，咱们怎么办啊？完了，全完了！你们不要闹事，工资下个月一定发。你们把我堵在办公室也解决不了问题。张总，我们已经3个月没发工资了，咱们上有老下有小，
我们都是靠这份收入养家糊口，再这样下去，我们日子没法过了。张浩，你看清楚了，这是去年你爸打的欠条，到现在还没结清。你们父子俩，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线，真当我们傻子？你们听我解释，听我解释。解释个屁！当初林晨在的时候，咱们月月按时拿工资，年底还有奖金。你倒好，把林晨逼走了，自己瞎折腾，现在连饭都开不起了。还有你爸那个老东西，天天在厂里指手画脚，懂个屁的管理。我们提意见，他说我们吃里扒外。现在好了，厂子黄了，我们找谁要钱去？哎，滚一边去！你们没一个好东西！你说什么？你一个打工的敢这么说老板？你们想造反？厂子都成这样了，就别摆老板架子了。张浩，我们在镇上农贸市场买的菌菇出问题了，一问才知道，原来货是从你厂里拿的。你们厂里卖的这是什么玩意儿？我爹吃了上吐下泻，医药费谁出？为了赚钱，连良心都不要了。这种货也敢卖？这是我媳妇儿和孩子的医药费，800块，今天必须给。这是我爸卖的，我不知道啊。哼，不知道？你爸卖的时候你在旁边数钱吧？现在装什么孙子？想跑？今天不给个说法，谁也别想走。老东西，你还有脸护着？你卖的次品害了多少人？我二姨夫吃了你家菌菇，现在还在卫生院躺着呢。以后谁再买他家的货，谁是傻子，这种厂就该关门。真甜，比超市的甜多了。5号棚还有空位，带游客过去。今天来了300多人，餐饮那边快忙不过来了。让石头去帮忙，他一天到晚使不完的牛劲儿。张守才又来了，估计没安好心。不用管，咱们忙咱们的。儿啊，林晨那个种植园正红火着，要不咱们再去求求他？厂子的事儿，他一定有办法。爸，你让我去求他？小浩，咱们现在是真的没办法了，不去求林晨，咱家的日子就要过不去了。你放下身段去说点软话，林晨他毕竟和你是发小，不能不管你。行，我去，我倒要看看他林晨能嚣张到什么时候。爸，等会儿你别说话，我来说。有事？林晨，咱们能不能聊聊？林晨，以前的事儿是我不对，我这次来不为别的，就想求你帮个忙。我厂里积压了一批库存菌菇，我想问问你能不能帮忙收下这批货，价格好商量，比市场价低2成，不，低3成。小林哥凭什么收购你的库存？你好意思吗，张浩？什么货？就是普通菌菇，有点小瑕疵。念在咱们儿时的发小情谊，我可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小林哥，他的菌肯定不只是一点小瑕疵，你别上当。我不是帮你，是不想这批问题货流到市场害人。而且我有2个条件：第一，所有库存货必须先经过我这边质检，能做深加工的才进车间，不合格的全部销毁。第二，回去整改你的菌场，规范生产流程，不能再继续糊弄下去。行，我改，我一定改。口说无凭，咱们签个协议。儿啊，林晨给的这条件不错了，
看来这孩子还是重情义的。爸，你懂什么？他这分明是趁机拿捏我，让我整改，我哪来的钱整改？等着吧，等我缓过这口气，咱们再算账。儿啊，林晨说的那个温控设备，咱们真买啊？买个屁！那玩意儿一套好几万，咱们现在哪有那闲钱？那林晨那边要是问起来，咱们咋说？不用费力气调整流程，也不用更换军种，就按照之前的方式继续生产。反正林晨那边愿意收差品，咱们抓紧时间多出货，能多赚一点是一点。张老板，这样继续生产问题货品，万一对方查出来，咱们又要断销路了。怕什么？它只是用来做深加工，对品相要求不高，蒙混过关就行。张总，这样不太好吧？上次质检就让人查出来了。你干你的活，少废话，出了事我担着。林总，这批货有问题，军丝发黑，培养基里掺了廉价替代料，农产也超标了。是张浩那边的货，这个蠢货，这么明显的残差也敢送来，以为我们看不出来吗？又蠢又坏。张浩，来我这儿等。这就是你说的整改？氟甲氢掺假，农残超标，你当我是傻子？这是误会，应该是工人们搞错了。张浩，我念及旧情，给你机会，你倒好，拿次品糊弄我。不过是一小部分货品有问题，通融一下不行吗？我当初明确要求你整改规范生产，你却阳奉阴违，一心只想蒙混过关。以后你的货，我一株都不会再收。儿啊，银行说这个月再不还贷款，就要查封咱们厂子了。张总，要不咱们再去求求林晨？上次的事儿确实是我们不对。我就算饿死，也不会再求他。老大姐，那个能不能借点钱周转周转？借钱？张老板，你家厂子不是挺大的吗？怎么还跟我们这些穷老百姓借钱？老大姐，以前咱们两家可是关系最好的，你不帮忙也不能这个态度啊。以前你们家张浩在村里横行霸道的时候，怎么没想到今天？你们家的品行，村里谁不知道？借钱门都没有。就是，你们家卖劣质菌菇，害得我爹住院，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姓张那家人之前买房搬去城里的时候，那一家人傲成什么样？3天2头跑回村里炫耀，现在倒好，又搬回村里住了。活该，他家张浩当初那么对人家林晨，现在报应来了。哈，林老弟，你这车间比我想象的还气派。这条线做干货，那条线做药膳包，最里面那条做预制食材。菌菇、药材都能深加工，产品品类多了，营收渠道也宽了。这批干货和药膳包品质上乘，我决定把它们全面铺到我旗下所有门店和合作高端会所。王大哥，有你这边稳定渠道加持，我们的销路会越来越稳。我们精诚合作，一边抓好种植生产，一边拓展加工销售，商业路子会越走越宽。王总，这是订单合同。林老弟，咱们这合作是越来越紧密了。我那边正在谈几个大项目，到时候你的货能铺满半个省。王大哥，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谢什么？双赢，双赢。土质疏松，有机质含量不低，这地养得好。菌类大棚的温控数据也稳定，比咱们镇上的平均水平高出1大折。林晨同志，我们农业部门考察过了，你这里的种植模式成效显著，我们准备把这里列为乡村农业示范基地。太好了！还有，我们想邀请你担任农技讲师，
面向全镇农户开展定期培训，把科学种植技术普及开来。这是好事，我答应。一个人富不算富，带动大家一起富才是真的富。好，有你这句话，咱们镇农户有福了。下周就开始，第一批学员我亲自教。张先生，最后期限已经过了，军场厂房与设备都将被查封。另外，市场监管部门的处罚议定书也一并送达。拟厂售卖农残超标菌菇，违规生产，罚款15万，即日起永久关停整改，不得再从事实验菌生产经营。查封？你们凭什么查封？再给我2天，就2天！张先生，不是我们能做主的。你要是有异议，可以走法律程序。你们不能这样，这厂子是我爸一辈子的心血。开始清点设备，贴封条。小声点儿，把那个压缩机搬出来，能卖2万呢。干什么呢？这厂子已经是银行的查封财产，你们想来偷东西？不是，我们没想偷东西。同志，误会，我们就是来看看。等着吧，我现在就打电话，执法人员马上就到。爸，你老糊涂了，偷设备！你嫌咱们家还不够丢人？我不甘心啊！这厂子被查封了，我们一家可怎么活呀？土壤改良，关键是增加有机质。咱们可以用菌肥、农家肥交替使用，既能养地，又能减少化肥依赖。林老师，我家地偏酸性，能种菌类吗？能。酸性土壤种洋杜鹃正好。我一会儿给大家发一份土壤酸钾度团队表，回去按表调整就行。去把育苗区的温控设备打开，一会儿现场演示。这林晨真有本事，咱们跟着学准没错。就是，人家是正经农学博士，比咱们老一套强多了。林老师，这种新方法上手难不难？普通农户能不能学会？流程简单，多实操就能掌握。今天结束之后去园里的试验田，我手把手教大家。这边再高一点，对，这样雨水能快速排出去。婶子，公共卫生间那边您帮忙盯着点儿，别让他们偷工减料。小乔，你放心，你和林晨给村里办了那么多事儿，现在还给村里修路修设施，我们当然也要上心，都当自己家的事儿。陈哥，绿化带的树苗到了，现在种。人手忙得过来就尽快种上吧。今天湿度温度都正好，绿化好了，风景就好了，游客来看着舒心。张浩他娘上次过来闹过之后，好久没见人了，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外头到处都在修路搞建设，家家户户都有盼头，就咱们家困在这烂摊子里，真是一步错步步错啊！我心里能好受吗？以前出门人人奉承，现在走到街上，谁都在背后指指点点，连个说话的熟人都没有。当初要是听劝，踏踏实实做事，也不至于落到如今这步田地。现在想找人借钱周转，周边邻里往日朋友全躲着我们，半分情面都不留。我们已经上门好几次了，今天必须拿出一部分欠款，不能再无限期拖延。
现在手头实在紧张，再宽限我一段时间，等我凑齐钱立马结清。见的次数够多了，今天不给说法，我们只能按流程处理。催命一样天天上门，我们又不是故意不还，都怪你！当初贷款也要扩大生产，结果1分钱没赚到，还给家里欠了一屁股债。事到如今，指责我有什么用？当初干走林晨，卖滨海军工，不都是你的主意？往日称兄道弟，如今全都避之不及，真是人情冷暖。老板，我以前经营过厂子，懂管理，能不能在您这里谋一份差事？张浩，怎么是你？你在这一片可是出了名的，我这小店面不敢用你，你另找地方吧。怎么样？有没有找到能做的营生？村里没人愿意搭伙，镇上招工的地方，一听我的过往全部拒绝，体面工作根本找不到。哼，难不成要去干那些出力的粗活？我以前也是做老板的人，丢不起这个脸。脸面能当饭吃吗？催债的天天上门，一家人连温饱都成问题，再死要面子，最后只能被债务彻底压垮。也没有别的选择了。市里面的邀请，让你去市区参加新农人分享大会，这可是大好事儿。说是让分享回乡创业的经历，顺便学习学习前沿技术。去吧，村里的事儿有我呢，多认识点人，咱们的产品能多几条销路。智慧农业是未来趋势，物联网、大数据这些技术能帮我们精准把握种植环节。林晨，我听说过你们那个乡村种植园搞得不错。过奖了，还在摸索。我是做高端农产品渠道的，你们村的菌菇、药材品质怎么样？品质您放心，我们有完整的质检体系。这样，我加您个联系方式，详细聊聊。小伙子，我看过你们的案例，土壤改良做得扎实。这样，我们研究所有个项目想跟你们合作，怎么样？那太荣幸了，我们求之不得。这次3期园区，重点引入高项价值的中药材，比如铁皮石斛、金线灵，这些品种技术门槛高，但收益也高，1斤能顶普通药材3倍。林晨，这能种活吗？我们可没种过这么金贵的东西。有技术手册，我手把手教。而且，这批苗我已经从市区订回来了，下月到。愿意加入的，到阿斌这儿报名，咱们按工分算钱，多劳多得。来排队，一个个来。我报名，我全家都报名。手脚麻利点儿，整组进度都被你拖慢了。这批订单下午就得准时出货，耽误了工期，谁都担不起责任。我听厂里不少人议论，说你以前是开厂子的大老板，怎么会跑到我们这小工厂干流水线活？好汉不提当年勇，过去的事儿就别再提了。今早我刷短视频，看到邻村你们那边搞得可热闹，种植园游客一批接一批，听说生意红火得很。当初我一门心思想着算计别人，盲目扩产，偷工减料，到头来把自己的事业彻底做没了。以前总觉得林晨好欺负，如今才彻底明白，人家靠的是实打实的技术和踏实做事的心。走到今天这一步，全是我自己造成的。我手里也没有一技之长，
现在除了干这种体力活，找不到别的工作，这辈子恐怕就这样了。大爷，这是今年的年货补贴，您收好。林晨啊，你真是咱们村的大恩人呐！说什么呢，大爷，这都是应该的。您保重身体。天冷了，您多加衣服，别冻着。陈哥，全村60户老人，50户困难家庭都发完了。王老板的资助解决了村里大部分学生的上学问题，现在村里的空巢老人们生活也大大改善了。来，咱们一起敬林晨一杯，没有他，咱们村到不了今天。敬咱们自己，这都是大家伙一起干出来的。今年咱们村人均收入翻了3倍，贫困户全部摘帽，这一切离不开林晨、乔玲，还有咱们种植团队的全体成员。这是镇里颁发的乡村振兴带头人奖牌，你们当之无愧。如果当初我没有过河拆桥，和林晨2个人把军场继续做大做强的话，如今这热闹的场面里也应该有我一份，我也能站在讲台上接受大家的掌声吧。可惜一切都太晚了。那是张浩吗？唉，听说现在在外面厂里打工，连村都回不了，回来就有人骂他。又能怪谁呢？我给过他那么多次机会，但他直到没机会的时候才悔改。万般因果，到头来都是自己的选择。来，咱们继续。